还记得去年那个用扫描眼球来发币的项目吗？对，就是世界币。最高峰的时候呢，一枚就涨到了11.9美金，现在呢，已经跌到了0.9美金，暴跌了90%。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就在上周，加密世界的神 V 神价值上有一个明星项目开火。他警告说，这个由 ChatGPT 支付打造的明星项目正在威胁我们数字世界的自由。这个项目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Worldcoin， 简称 WLD。对于大多数早期接触它的人来说， WLD 就是他们通过一个名叫 Orb 的银色眼球设备扫描了自己的虹膜后，可以免费定期领取了加密货币。这是它最直观也是最吸引人的一个特点。我是在2023年的7月开始接触这支币的，当时是在香港认证点认证的。认证成功后，他立即送了我25个代币。从那之后，我就每个月开始领，到现在大概领了有150枚左右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每周可以领6个代币，直到去年下半年改成了每个月领3个，一直到现在，每次发放的数量都是动态变化且持续减少的。如果按最高点11.9美金来算，我领的代币价值大概在1800美金左右。2024年初，因为 OpenAI 的光环加持，加上 AI 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加密市场的回暖， WLD 的价格立马起飞，一路冲到了11.9美金，随后就急转直下到如今的0.9美金。为什么现在它会跌得这么惨呢？我总结了3点。第一点是巨大的可预见的代币抛压。项目方持续地向全球已经验证的数百万用户每个月发放一次 WLD 代币，其中大部分用户在领取后会第一时间立即的将其出售换成法定货币，这构成了持续不断的市场卖压。更为重要的是，近期市场传闻，此前借给做市商终于提供流动性的数千万甚至是上亿枚 WLD 代币租借期即将到期或已经到期，这意味着这些代币可能会被归还并流入市场。同时，关于早期投资者和团队的代币解锁时间临近，也加剧了市场的恐慌情绪。简单来说，市场上的买盘源源不断，而卖盘力量不足，价格自然会被持续压低。当有新的解锁期时，这种恐慌会被放大，导致了踩踏式的下跌。第二点是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。进入2025年夏季以来，由于对美国大规模关税政策的担忧，以及美国国债和美国信用的动摇，全球金融避险情绪浓厚，股市和债市都表现不佳。这些悲观情绪传导到了加密市场，比特币作为市场的风向标，一直在关键支撑部位徘徊，未能走出强势行情。当大盘不稳时，像 WLD 这类的山寨币资金流出效应会更严重，跌幅也会更加大。第3点是监管和舆论压力。Worldcoin 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面临着全球范围内的监管和舆论压力，近期这些压力并未减弱。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：一艘船的船底本身就在持续的漏水，最近又传出船体结构可能出现大裂缝的恐慌，同时整个海洋正在刮起大风暴，天上还有海事局的飞机一直在盘旋警告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船上的乘客纷纷跳船求生，导致船只加速下沉，这就是 WLD 目前正经历了暴跌。目前可以扫描虹膜的国家一共有26个，亚洲呢有7个，欧洲也是7个，北美洲6个，南美洲6个。我会把这些都打在屏幕上，大家可以截图保存。之前 WLD 是可以通过 OP 链和以太链转到第3个平台的，现在呢只能通过它自己的世界链 Worldcoin。支持 Worldcoin 世界链的平台有币安和 Bybit。World APP 能做些什么呢？为了让 World ID 真正有用，World APP 正在逐渐变成一个迷你 APP 的平台，让你可以直接在 APP 内以各种需要真人验证的应用进行交互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 Web3 的微信或者支付宝，它集数字身份和加密钱包和生态应用入口于一体。现在领取空投不会直接领取到你的 Web 钱包里面，而是会领取到一个类似于余额宝的钱包里面，你把代币放在里面会得到一定的利息。WLD 最近的走势很低迷，从图表上看，价格远低于50日和200日移动平均线，均线呈空头排列，确定了长期下跌的趋势。目前关键支撑位在 0.85 到 0.9 这个区间，这是当前最重要的支撑区域。近期价格多次在测试该区域并未有效跌破，
显示出一定的买盘承接力。如果该支撑位失守，下一个需要关注的位置在 0.58， 关键阻力位在 1.13 到 2.12 之间，只有有效的站稳了 2.12 之上，才可能讨论趋势反转。RSI 在日线级别上处于超卖区边缘，暗示下跌动能可能耗尽，存在反弹需求，但这仅仅是反弹信号，绝非反转信号。近期的下跌伴随着成交量的萎缩，表明抛售意愿在当前价位有所减弱，市场进入观望阶段。根据数据分析，我们能得出的结论是，下跌的火车暂时停了下来，价格正在构筑一个潜在的底部，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火车要掉头向上。任何没有巨量买盘配合的反弹，都应视为离场或建立空头的机会。从为了几十美金扫描虹膜，到思考人类与 AI 的终局，Worldcoin 给我上了最深刻的一课。它让我明白，加密货币的魅力远不止于涨跌的数字，更在于它背后的那些试图重塑世界的大胆构想。那么你呢？你扫描虹膜了吗？怎么看待 Worldcoin？把你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我们一起探讨。